一位顶级杀手已经收下了定金，他的枪口正在阴影中缓缓瞄准了你的方向。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因为天空之上，来自另一个文明的星际舰队正悄然悬浮。他们自称哥哥文明，一群曾经连呼吸空气都需要付费的穷人。他们的星球99%的财富曾掌握在一个人手中，而如今他们来到地球，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我们的干预，你们的未来就是我们的过去。当维系社会的所有规则在一夜之间被彻底重置，贫穷为何会成为一种原罪？富有又为何会变成一种疯狂的赎罪？而一群曾被社会抛弃的穷人，为何会成为决定我们文明存亡的审判者？欢迎来到科技启示录，今天让我们一同深入刘慈欣笔下比三体更为凛冽的预言，赡养人类，揭开这场关于人类命运终极实验的序幕。诡异的任务，当屠刀指向贫穷。故事始于一个顶尖杀手华堂，他冷酷专业，双手沾满鲜血，内心却残存着一丝未曾泯灭的温热。这天，他接到了一单前所未有的业务，世界上最富有的13个人雇佣他去杀死世界上最贫困的3个人，一个流浪汉，一个街头画家，一个拾荒的小女孩。请注意，这并非我们熟悉的复仇、灭口或利益冲突，这3位目标与这13位世界主宰在以往的生命轨迹中，如同宇宙中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或许只剩下同属人类这个生物学标签。华堂的困惑，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困惑。为什么杀死这3个蝼蚁般的生命，对已经站在权力和财富顶峰的富豪们究竟有什么意义？就在华堂陷入沉思时，天空中来自各个文明的星际舰队正如同光滑的银色胶囊，沉默地悬浮着。它们是一面背景板，也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它们高调展示着远超人类的科技，却在降临后的1周里保持着诡异的静默。华堂按照惯例去踩点，却发现了更不寻常的景象。原本流浪汉聚集的广场，如今空空荡荡；原本人头攒动的巨型垃圾场，如今也变得冷冷清清。那些穷人都去哪了？难道都已经被暗杀了吗？在寻找画家的过程中，华堂被他的画作所吸引，想高价买下一幅，但画家只抽走了2张钞票，平静地说：“我的画只值这么多。”这是一种在贫困中坚守的、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艺术尊严。而当华堂在垃圾场找到那个小女孩，准备扣动扳机时，他看到了她清澈的眼睛。这双眼睛与他记忆中那个因他无力拯救而痛苦死去的女孩果儿的眼睛重合了。这一刻，他作为杀手的职业准则与他残存的人性发生了剧烈的冲撞。他没能开枪，任务必须继续，但华堂需要一个答案。他返回雇主那里，要求知道真相，否则他拒绝执行。面对这个不守规矩的杀手，世界女首富徐雪萍对他说：“知道了杀死他们3人的伟大意义，你会更有执行力。”于是华堂被带上了街头，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荒诞、最宏大的一幕。13位世界首富乘坐着豪车在城市中穿梭，像寻找宝藏一样寻找着流浪汉。每找到一个，他们就递上一个手提箱，里面是整整100万现金。而他们对流浪汉唯一的要求是，如果外星人来问，你就说这是你自己的钱。然后他们会向这个刚刚成为100万富翁的流浪汉深深地、真诚地鞠上一躬。华堂瞬间明白了一切，流浪汉的消失不是因为被杀，而是因为被购买。一场全球性的由政府与富豪阶层联手推动的财富逆向运动正在疯狂上演。富国向穷国倾倒财富，富人向穷人抛洒金钱，目标只有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抹平人类社会巨大的贫富鸿沟。世界首富朱汉阳对华堂叹息道：“以后世界上不会有贫穷了，也不会有富裕了。为什么？”答案就在天空中的哥哥文明。原来这些外星哥哥是来自200光年外的流浪者，他们的母星无法生存，他们看中了地球。他们的方案是将全体人类迁移到澳大利亚这个人类保留地，而地球的其他部分归他们所有。在保留地里，人类无需劳动，一切生活资料将由哥哥文明赡养。他们承诺会进行平均分配，但按什么标准来平均？关键就在这里，哥哥文明将对地球进行彻底的社会普查，找出当前人类社会最低的生活标准，并以此作为未来供养全人类的统一标准。这个逻辑的残酷性此刻显露无遗。想象一下，如果外星人普查时发现人类社会的最低标准是身无分文、露宿街头、在垃圾堆里刨食，那么未来几十亿被圈养在澳大利亚的人类就只能集体过上这种捡垃圾的生活。反之，如果在普查前通过这场疯狂的财富派送，让最穷的人都拥有100万存款，那么全人类就能在保留地里过上一种相对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所以这13位首富不是在杀人，而是在救人。他们散尽家财，是为了抬高全人类未来的生存底线。
然而，任何社会工程都会遇到异常数据，总有一些人无法用简单的金钱逻辑来收买。华堂再次找到了那个流浪汉，问他为何拒绝100万现金。流浪汉邪魅的一笑，他们在求我，我要是要了他们的钱，他们就不会求我了。对于这个长期被社会践踏的灵魂来说，精神的征服感远胜于物质的满足。华堂又找到了那位画家，画家给出了另一个维度的答案。我的画是描写贫穷与死亡的，如果我成了100万富翁，我的艺术就死了。艺术生命的完整性高于肉体生命的舒适度。你看，当富豪们试图用金钱解决一切时，他们遭遇了人性中更复杂的东西：尊严、快感、艺术的纯粹性。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价值，此刻却成了决定全人类命运的变量。而那个拾荒的小女孩，她或许只是因为恐惧、懵懂或不理解而选择了逃离，但在宏观的统计模型里，她的贫穷成了一个必须被抹去的错误数据。这一次，华堂扣动了扳机，他杀死的不仅是那个酷似果儿的女孩，也是自己内心最后的一点温热。他告诉自己，他是在用一个人的生命换取60亿人更好的未来。这是一个经典的电车难题，只是规模被放大到了整个物种的层面。在垃圾场，一个神秘的男人出现在华堂身后，他是一名哥哥文明的调查员。他告诉华堂，他们早已降临地面，而他自己在母星就是一个中产者时代里一贫如洗的穷人。于是，通过这位穷哥哥之口，刘慈欣向我们揭示了整篇小说最核心也最令人脊背发凉的一个设定：一个文明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由一个人拥有全部的。第一推动力，教育革命。哥哥文明掌握了通过脑机接口向大脑直接灌输知识的技术，知识这个曾经最伟大的平等器变成了最昂贵的商品。接受一次超等教育的费用高昂到普通人无法企及，于是社会被割裂了。受过教育的人和未受教育的人，其智力差距如同人与狗，他们不再是同一个物种。同情心建立在同类的基础上，当物种基础不复存在，同情也就消失了。第二推动力，绝对公正的社会机器。这个星球的执法系统并非由人类警察构成，而是一个由 AI 和执法单元构成的社会机器。它的核心准则只有一条，也是哥哥文明宪法的基石：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个系统绝对公正，不偏袒富人，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侵犯私有财产的穷人。在他的保护下，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过程变得不可逆转，且受到法律最严密的庇护。第三推动力，穷人价值的彻底归零。科技的发展使得机器人可以替代所有体力乃至服务工作，穷人连出卖劳动力的资格都失去了，他们无法创造任何价值，彻底变成了社会的冗余部分。这三股力量合力，将哥哥文明推向了终极的资本主义终点。99%的世界财富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他就是中产者。整个星球，包括大陆、海洋、大气层，都是他的私人财产。剩下的20亿穷人像宠物一样被圈养在一个个封闭的生态循环单元里，呼吸着自己循环过滤了无数次的空气，饮用着自己尿液净化后的水，吃着自己排泄物再合成的食物。这位调查员的父母就是死于这种极端的环境。他的母亲因为梦游走出家门，没有佩戴空气计价器，被执法单元以盗窃空气罪掐死。他的父亲为了弥补罚款导致的生态循环系统失衡，将自己送进了资源转换车，提取出身体里的水、油脂和矿物质，换来了儿子短暂的生存。最终，当10亿穷人的生态单元同时崩溃，大家走上中产者的庭院，也就是整个大自然时，这位活了数千年的神展现了他的仁慈。他没有让社会机器屠杀所有人，而是为他们准备了2万艘飞船，将他们放逐到了宇宙深处。他说，看在同一进化渊源的份上，我会记住你们的。这就是哥哥文明来到地球的真正原因。他们是一群被自己的文明所驱逐的无家可归的穷人。终局与启示，我们正走向哪个未来？故事的最后，华堂回到了13位委托人面前，他没有报告任务完成，而是掏出了一把子弹，一颗，正好13颗。这13位曾经站在世界之巅的人，脸上闪过短暂的惊恐后，只剩下了解脱的淡然。他们已经散尽了财富，完成了自己作为拯救者的使命。对于这个即将失去自主权的未来，他们或许已无留恋。窗外，哥哥文明的飞船开始进入大气层，如同巨大的火流星，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众人用装酒的大银盆和昂贵的水晶烟灰缸架起一个简易灶台，点燃一沓沓的100万现钞，开始烧水煮泡面。当烧到第135万时，水开了。他们用这种极致奢靡又无比荒诞的方式，为人类的旧时代举行了最后的葬礼。刘慈欣的故事在这里戛然而止，他把最终的结局留给了读者的想象。但我们不妨沿着他的逻辑推演几种可能性：1、垃圾堆里的文明。如果最终的社会普查认定的最低标准
是那个流浪汉或拾荒女孩的生活，那么60亿人类将在澳大利亚的垃圾山中度过余生，文明、科技、艺术将迅速消亡。可能性2，被圈养的中产阶级。如果标准被成功抬高到100万富翁的水平，人类将过上一种被圈养的、无需奋斗也失去希望的宠物生活。人类的进取心与文明的火种将在这种温柔的赡养中慢慢熄灭。可能性3，承诺的背叛。如果各个文明某天突然中断赡养或者降低标准，手无寸铁、失去一切生产资料的人类将立刻陷入比各个星球人更悲惨的境地，成为待宰的羔羊。无论哪种结局，对人类而言都是一个失去了地球、失去了未来、失去了命运自主权的黑暗预言。那么，赡养人类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科幻故事，它是一面镜子，照向我们的现实。当我们的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是否会加剧阶层固化？当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理念走向极端，社会是否会失去流动性？当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飞速发展，是否会有大量的人变成无用阶层？刘慈欣没有给出答案，但他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任何一个文明，如果放任不平等发展到极致，如果让技术成为割裂人类的刀，而不是连接彼此的桥，那么它都可能面临自己的中产者时刻。故事的结尾，2个来自不同世界的穷人，杀手华堂和调查员，在星环的光芒下道别。他们互相道了一声保重，这声保重或许也是刘慈欣对我们这个仍在发展的、拥有无限可能的人类文明最深沉的嘱托。在走向未来的路上，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能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身价值、保有尊严的文明，而不是一个需要被更强大的外力来赡养的停滞的保留地。这正是赡养人类这个残酷的故事所蕴含的最珍贵的希望之光。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科技启示录再会。